第1151章悬空子。翌日，当萧炎从房间之内行出时，却刚好是见到叶仲正立于院落之中。而当后者瞧得萧炎出来后，也是松了一口气。旋即面有惭色，昨夜发生了那种事，也算是他的保护不周啊。萧炎先生，玄冥宗的据点，我已经派人连夜打听清楚了。闻言，萧炎也是一怔，望着叶仲那有些倦容的脸色，显然他因为昨夜的事忙碌了一夜。当下笑了笑，拍着叶仲的肩膀笑道：昨夜的事与你无关，来者实力太强，即便是小医仙与药老先生都未曾察觉。叶仲苦笑着点了点头，道：玄冥宗的据点在圣丹城外域南边的一处庄园，的确是当日在炼药师交易会与我们有过冲突的那群人。那白衣青年是玄冥宗宗主之子陈贤，他也是一名炼药师，据说此次来圣丹城也是想要参加丹会。在其身旁那位灰衣老者是玄冥宗凶名赫赫的玄尊者，实力极强。另外陪伴来的还有这2名实力将近斗宗巅峰的长老。萧炎眼中凶芒闪烁，微微点头。他本不愿与这玄冥宗结怨，但对方却偏要惹上来，这便怨不得他下手狠辣了。萧炎先生，你是否打算对他们动手？见到萧炎这般模样，叶仲迟疑了一下，道：昨夜那种事一次便够了。萧炎轻声道。叶仲舔了舔嘴，沉吟了片刻，道：我觉得此时对他们出手并不是最佳时机，这里毕竟是圣丹城，而那陈贤也是通过了丹塔认证的炼药师，若是要对他们下手，难免会引起丹塔的注意。而且那陈贤身旁也是强者众多，若是要下手的话，除非是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将他们此行所有人尽数解决，不然一旦有所遗漏，必然会引起玄冥宗震怒，到时候麻烦不小。毕竟在玄冥宗背后还有着天冥宗这等庞然大物。那叶仲长老的意思，难道便是将昨夜的事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萧炎眉头微皱，道：自然不是。叶仲连忙摇了摇头，道：只是你应该知道，要击杀一名斗尊强者是何等的困难，一旦让那玄尊者逃脱，后续麻烦将会数不胜数。而玄冥宗此行的人皆是以陈贤为首，想必将我们的情报出卖给昨夜那黑袍人也是他的主意。丹会即将举行，而在丹会中，所有通过选拔的参赛者都会进入一处特殊区域，那里将会是你最好的动手地方。那一处区域，每一届丹会都会有着不少人永远的留在那里，所以即便那陈贤真是在里面出了什么意外，即便是玄冥宗也难以追查。闻言，萧炎的眉头方才略微舒展，叶仲所说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玄冥宗不会比冰河谷难以收拾，更何况在其身后还有个更加强悍的天冥宗，一旦泄露的话，怕又将会是引上一些不小的麻烦。如今他已是招惹上了魂殿，若是再多一些其他势力的话，那势必会令得他的情况雪上加霜。丹塔的圣长老已经在夜院了，他这么早便是赶了过来，怕应该也是担心你会对玄冥宗的人出手，毕竟这里是圣丹城，他们需要维持这里的稳定。叶仲又是说道：圣长老也来了。萧炎一怔，早到了，只是他说不用惊醒你。萧炎眉头微皱，圣长老这般行为明显也是有着丹塔高层的暗示，他们并不想让自己在这个时候去跟玄冥宗火拼。不过想想他倒是有些释然，身为丹会的举办方，丹塔的确是有义务维持稳定，昨夜丹塔的那位强者出手相助，怕应该也是有着一些这个道理。先去前院见见圣长老吧，这事暂且放下，等进了你所说的那片区域，我会将那陈贤找出来，这种事可不能就这般当作没发生过。沉吟了片刻，萧炎也是逐渐冷静了许多，一挥手便是率先对着前院行去。见到萧炎终于没有现在动手，叶仲也是松了一口气，连忙跟了上去。当萧炎二人赶到前院时，正好见到那坐在首位的圣长老，在一旁小医仙、天火尊者、星兰皆是在座。总算是来了。萧炎一进入大厅，那圣长老便是笑了笑，然后站起身来道：想必老夫来这里的意思，叶仲应该也与你说过，那我便不多说废话了，你们先随我去丹塔吧。至于玄冥宗的那些家伙，也会有其他的长老过去敲打敲打，如果你心中依旧不平，日后会有机会的，到时候丹塔不会有丝毫的插手与过问，但这段时间是非常时期，还望你看在丹塔的面上，
先忍忍。盛长老说笑了，既然您老都这般说了，那小子自然是得听从。萧炎笑笑，如今圣丹城人流爆满，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是汇聚在这里，自然是显得混乱。若是在这之间因为一些导火线爆发的话，那可是真正的有些麻烦。因此他也明白丹塔的难处。放心，不会让你白白受这份委屈。你不是对曹颖的魂手印很感兴趣吗？长老席已经商议过了，等到了丹塔，那一卷魂技可以给予你参悟参悟。盛长老笑眯眯的道。闻言，萧炎先是一愣，旋即眼中瞬间涌上一抹欣喜，连忙抱拳道谢。那魂手印虽说并非极其的高级，但对于他这种魂技的初学者来说，却是最为合适不过。而且他从曹颖那里偷学而来的魂手印也并不齐全，能够彻底参悟的话，对他好处不小。既然都没什么问题，那么便动身吧。到了丹塔，会长还要见见你。盛长老一笑，便是率先对着夜院之内行去。萧炎等人在对视了一眼后，皆是紧随其后。丹塔位于圣丹城内域中心地带，这片区域方才是无数炼药师心中的圣地。而因为如今圣丹城人流混杂，因此如今的内域也是防御颇为森严，随时准备着应付一切的突发变故。萧炎一行人随着盛长老在圣丹城之内转了将近半个多小时，方才逐渐的进入内域。而在萧炎等人踏足内域城门时，那喧闹的吵杂声顿时弱了许多。圣丹城内域一般都是一些与丹塔有关系的势力或者高阶炼药师方才允许入住，因此内域的素质与外域相比倒是不可同日而语。踏足内域，萧炎等人一抬头，目光便是顿在了内域中心地带。那里一座将近100丈的黑塔悚然而立，犹如一座小型山峰般，给人一种巍峨的雄壮之感。巨塔塔尖深入云层，一眼望去几乎是望不见顶，云雾缭绕间显得异常神秘。那便是丹塔吗？望着那如同擎天之柱般的黑色巨塔，绕视以萧炎都是忍不住的满脸惊叹之色。与这丹塔相比，当日在风雷阁所见到的雷塔简直就是如同巨汉脚下的小孩子一般。盛长老笑着点了点头，带着萧炎一行人汇入大街之上的人流，径直对着丹塔行去。有着盛长老的带领，萧炎一行人倒是极为顺利地通过了那严格的重重审查，进入到了那庞大的丹塔之中。进入丹塔，盛长老先是将小医仙等人安顿好，然后方才带着萧炎直奔巨塔高层。许久后，方才在一间极为宽敞的大殿之外停下脚步。玄空会长在里面，他与你的老师药尘当年是好友，见了他你可得恭敬点。听得盛长老的提醒，萧炎也是面色一肃，点了点头。见状，盛长老方才略感放心，整了整衣衫，上前2步，恭敬地推开殿门，然后对着萧炎使了个眼色。萧炎微微点头，缓步走入大殿之内，被众多的书架所布满，看上去有种凌乱的感觉。大殿中布满着诸多色泽不同的火焰，五颜六色火芒交织下，显得有种梦幻般的迷离之感。萧炎脚步轻轻地落在石板上，目光一阵扫动，片刻后顿在了一处书架前。那里一名身着白衣的老者正在小心翼翼地清扫着书架之上的尘埃。这名白衣老者浑身没有半点气息的溢出，整个人就如同一个极为普通的老者一般，但在萧炎使用灵魂感知时，却是惊骇地发现面前一片空空如也，那白衣老者仿若并不存在。呵呵，你便是萧炎吧？那个老家伙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羡慕啊。在萧炎恭敬地站于老者身后不远处时，白衣老者也是停止了手中的动作，沧桑的声音在大殿之内悄然响彻。